大家好，先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：如果17年前你身边的一家网红韩式烤肉店，老板却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后厨就是他的分尸现场，甚至排水管里面藏着3个人的骨头碎片，你会怎么想？那这种倒霉事真的就在现实中发生了。今天这起案子就是2025年日本最炸裂的悬案告破事件，横跨17年的琵琶湖分尸案。真凶呢，竟然是个74岁的囚犯。核心承诺：本故事全程没有虚构，所有细节来自日本滋贺县警方通报、共同社、读卖新闻网等权威信源。第一幕：琵琶湖的恐怖拼图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琵琶湖分尸案。时间回到2008年5月17日，日本滋贺县琵琶湖的岸边，清晨一位大爷遛弯的时候，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，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他在湖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人类右腿。那警方呢就火速的赶到现场进行调查，细节我们跳过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所有人都被这个结果震惊住了。警方在琵琶湖周边6个不同的地点陆续挖出了不同的人体组织，有左腿、头颅、手脚、躯干，整整7块身体部位，拼起来才是一具完整的男性尸体。法医给出的组织鉴定结果，死者39岁，O 型血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微胖，左脸颊有1.5厘米左右的瘤子，缺4颗前牙。死因呢是被人用绳索勒死，死后还遭专业的工具分尸。抛尸地点跨度超过20公里。那日本警方立刻启动了全国协查，发布模拟画像，悬赏300万日元征集线索。可奇怪的是，整整10年过去之后，别说凶手了，这具尸体到底是谁都没有一个人来认领。那全国的失踪人口库里面更是完全的对不上号。那问题来了，一个大活人被残忍的分尸，还抛进了日本最大的淡水湖里，警方调查了10年，竟然连他的身份都查不出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洛克，这里是小李碎碎念。如果您觉得我的故事还有点意思，希望您帮我点个赞，订阅这个小频道，这对我来说十分的重要。那我们接着聊。第2幕，被遗忘的人。时间来到2018年，这起案子已经成了滋贺县警方的耻辱柱。新上任的专案组组长仍在继续调查这起案子。那种种方式都试过之后呢，他换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思路。既然没有人报失踪，那死者会不会是一个无亲无故的社会边缘人？当他们把排查范围锁定在驾照过期超过10年却从未更新过的人群中时，发现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要么已经离世，要么就是彻底失踪。经过1年多的大数据筛查，有一个名字浮出了水面，他叫川本秀行。警方找到了川本秀行唯一的远房亲戚，提取 DNA 进行比对，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琵琶湖的碎尸正是这个川本秀行本人，而他遇害的时候只有39岁。那这个川本，他的父母早逝，没结婚，没有孩子，和所有的亲友都是一个断联的状态，在建筑公司打零工，住在公司宿舍，平时不社交不存钱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玩八进库，是一种日本弹珠机。如果不是警方主动找上门，恐怕直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消失了10年。那锁定死者的身份之后，警方顺着他的社会关系网进行排查，发现他的社会关系极其的简单，和他有深度交往的人呢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的同事，叫杠供方。那解释一下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容易误解，这是一个男性的名字，1944年出生，2个人同住宿舍，一起玩弹珠机。杠供方这个人还有另一个身份，就是赌博群的头目。川本呢欠了他一大笔赌债，甚至还当众被他殴打过。那警方本以为作案动机基本清晰之后，这个事儿就简单了，那抓到他就结束了吗？那接下来的消息让整个专案组陷入了沉默。第2个悬念来了，就在警方准备传唤这个杠供方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头号嫌疑人已经进了监狱，并且在监狱里面蹲了已经快10年了。第3幕，狱中的连环杀手。杠供方为什么会坐牢？答案浮出水面之后，比琵琶湖案更惊悚。2018年8月，也就是警方找到川本秀行身份的同一年，滋贺县的一条农业排水道里面又出现了一具无头无四肢的男性尸体，死者是68岁的中川直，也是一名建筑工人。而这起案子的凶手正是杠供方，他的作案手法和琵琶湖案一模一样，同样都是建筑工地的同事，都是诱骗对方加入赌博群，都是因为金钱纠纷杀人，都是先勒死后分尸，再多点抛尸。那这另一起案件能够定性的最直接证据就是，杠供方在杀了中川直之后，使用死者的银行卡3次在 ATM 机取走了70万日元。
所有的过程都被监控拍得一清二楚。警方搜查他的住处时，还找到了中川直的人体组织。2019年，赣贡方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刑25年监禁。一个已经被判重刑的杀人犯，会不会就是17年前的真凶？警方立刻对赣贡方的过往展开了全面的调查。这一深挖，查出了更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。2010年，也就是川本秀行遇害2年之后，赣贡方开了一家韩式的烤肉店，生意很好，而且可以说是火爆，还被当地评为网红的美食店。警方立刻对这家烤肉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，结果在店铺兼住处的排水管道里面发现了微量的人体骨骼碎片。经过 DNA 鉴定，结果直接让警方后背发凉。这些骨碎片既不属于川本秀行，也不属于中川直。第3个悬念来了，你说一家生意火爆的烤肉店的排水管里面竟然藏着老板杀害的第3个人的骨头碎片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呢，当年的食客回忆说，这家店的烤肉总有一股让人说不上来的味道。那这意味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第4幕，烤肉店的黑暗过往。那事先声明一下，人肉混入烤肉的说法至今没有任何的官方证实，警方也从未发布过相关的通报，这只是民间的猜测，我们必须尊重事实。但警方能够确认的事实已经足够的恐怖了，那就是这家烤肉店被的确的确定了就是赣贡方的分尸现场。店里面有专业的切骨刀、剔骨刀，还有大型的冰柜，环境十分的隐蔽，完全就具备分尸和藏匿尸体的条件。而赣贡方开店的启动资金，警方推测正是来自于2名受害者的财产。当年的食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这家店的烤肉总是比别家的嫩，因为韩式辣酱和辣白菜的味道就很重，大家都以为是秘制的配方，没有人多想。还有人回忆说，赣贡方他曾经笑着说，最好的肉都是藏在骨缝里。现在想起来，这句话的确让人不寒而栗。从2018年发现川本秀行的身份到锁定赣贡方，警方共花了7年的时间。在这7年的时间里面，他们反复比对 DNA， 还原作案手法，固定借贷记录，同住证明，甚至请法医专家对比了2起分尸案的刀具痕迹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赣贡方就是这2起案件的真凶。2025年2月27日，滋贺县警方正式宣布17年前的琵琶湖分尸案告破，赣贡方被追加起诉，实时再逮捕。那此时的他已经74岁了，因为中川直案的改判，正在服无期徒刑。那面对所有的铁证，赣贡方的反应和当年否认杀中川直时一模一样，全程沉默，拒不认罪。第4个悬念也是终极提问。到这里沉默了17年的悬案告破，凶手已经在狱中，但这起案子最大的谜题从来不是谁是凶手，而是凶手赣贡方为什么要专挑川本秀行、中川直这样的人下手？烤肉店排水管里面的第3具骨头碎片到底是谁的？最黑暗的作案逻辑。那现在我来揭晓这起案子的终极真相，也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。那首先不得不说，关于第3具骨碎片，截至2026年3月，警方仍在调查，没有找到匹配的 DNA， 也没有对应的失踪人口报案。这就意味着赣贡方的系列案可能有第3名，甚至还有可能有更多的受害者。那我们一直最在意的谜题，赣贡方的作案逻辑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能够隐藏这么久没被发现？那经过警方分析，他的作案对象有着同样的人格画像，这些人都是他建筑行业的临时同事，流动性很大，没有人会刻意关注他们。同样都沉迷于赌博，负债累累，即使失踪也会被当成跑路，而且都是一些无亲无故的社会边缘人，失踪后不会有人及时报案，所以警方就很难及时锁定线索。那这就是他完美犯罪的逻辑，不是因为他的作案手法有多高明，而是因为他选择的受害者本身就是被社会遗忘的人。如果不是2018年警方换了排查思路，找到了川本秀行的身份，如果不是他杀中川直时贪心取财留下了铁证，这起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告破。还有2个谜题没有解开，第一个就是赣贡方他到底杀了多少人，第二个就是他开烤肉店的几年里面，到底有没有利用店铺处理过更多的受害者的尸体。这些问题警方还在继续调查，但过了这么久，或许最终并不会有答案，可能真相只有赣贡方自己知道。尾声，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连环分尸案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日本社会的底层问题。我们总以为悬案的告破靠的是警方的神勇，靠的是证据的巧合，但这起案子告诉我们，可能关注身边的弱势群体才是我们最需要做的事。
这样才能阻止下一场悲剧的发生。17年的追凶，川本秀行终于沉冤得雪，中川直也得到了正义的伸张。但那些可能存在的无名受害者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永远都不会在琵琶湖的泥沼中浮出水面。那我是李洛克，这里是小李碎碎念，感谢您能够看到这里，非常希望您能够点个赞和订阅这个小频道。那有人问我，你怎么也人间蒸发了3个月啊？不好意思，冬天和朋友去滑雪了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那接下来我会把精力用来认真的做影片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话说我要是当年那家烤肉店的食客的话，听说这起案件之后，这胃里肯定是翻江倒海。如果是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一起讨论一下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